沈之夏，你可真黑心啊！客户1小时给60，你就给阿姨35。妈，你翻我公司结算账干什么？我要是不翻，还不知道你在外头这么挣钱。孙姐、赵姐，你们进来。客户付240，干满4小时到手才140。你以前说公司利润问薄，我们居然一直信了。厨房油污、卫生间水垢，哪一样不是我们弯腰弓背干出来的？钱从你手里过一道就少了这么多，还总说拿我们当自家人。客户付60，不代表60块全进我口袋。35是阿姨工时，5块补交通和空跑，4块用于清洁耗菜，3块要交意外险和财产险。客服、获客、房租、水电、返工和科碰赔付也全要从这笔钱里支出。这些项目真都得花钱。你上个月跑空2单，我照样给你补了工时。赵姐上次客户家花瓶磕了一个角，我没让她赔。这些钱不是从天上掉起来的。你别拿这些表吓唬人，扫地擦玻璃哪来这么多名堂？说到底，钱都扣在你手里。那我们以后是不是能多拿点儿？想多拿可以，公司取消补贴、保险、售后赔付。妈，楼道里都听见你声音了，你在这干什么？你亲自看看，你媳妇儿1小时收60，只给人家35。我说她黑心，她还拿一堆规矩堵我。之夏，妈说话是冲了点儿，可阿姨们挣的也是辛苦钱，这中间的差额确实不算少。所以你也认定我是在克扣他们？我没有这么说。你就是太死板，根本不会做买卖。这公司要是我管，绝对比你管得更挣钱。不如让妈试着管一阵，横竖都是一家人，她赚了钱，最后也是补贴这个家。你真要把我的公司交给她管？先让妈试试，真不行，到时候再说。以后客户1小时收50，阿姨拿45，我只留5块管理费，谁都不吃亏，也省得有人拿你们当傻子。行，既然想当老板，法人也一并变更，这还差不多。以后暖心家京由我做主。这样未必不好，妈有热情。这是客户群和工作手机，这是派单表，这是工具库存，这是客户钥匙登记，每次联用和归还都要签名。做个家政而已，至于弄这么厚一套记录吗？难怪钱都让流程耗没了。今天所有东西一次性交接清楚，以后出了问题别再找我。都是一家人，有必要录像吗？再亲的人也得把账算明白，免得以后各说各话。录就录，我还怕你不成？暖心家长人变更为陈桂芳，旧账单由我负责收尾，责任截止到今天。从今天起，新产生的收益、赔付、投诉、欠薪和债务，一律由新法人负责。知道了，知道了，别跟念经似的。我接手第1天就能把你乱花的钱全省出来。钥匙绝不能混，进门离开都要拍照登记，时间和物品状态必须留档。你就是爱把简单事弄复杂。我做了几10年家务，还能连门都不会进不会出？公司既然归你妈，往后家里的房贷、菜钱、日用品和她的药费也从公司收益里出，出就出，我管公司肯定比你赚得多。妈，房贷可不是小数目。你还不信你妈？你媳妇儿能干的事儿，我哪一样干不了？1年6200，我们不就扫地擦窗吗？买这么贵的保险干什么？家政属于入户作业，阿姨摔伤，客户财务责任都可能产生赔偿，建议您慎重退保。退，全退！别拿这些事儿吓唬我。扫地擦窗能出什么大事故？看见没有，我刚接手就省回来2300。沈之夏以前就是不会过日子，钱全花在这些花架子上。这公司早就该让你管。各位老客户听好了，以前1小时60，现在1小时只要50。妈，这么一会儿就来了这么多单，做生意就得薄利多销。沈之夏以前把价格抬那么高，客户当然少。房贷下周3扣，车贷月底扣，别忘了留钱。知道知道。我一天接这么多单，还能连房贷都还不上？客户预付款不是利润，后面还有阿姨工资、耗材、交通和售后。又来了，你以前就是这么把钱算没的，我心里有数。真不按这个流程走了？之夏以前要求进门先拍照，尤其客户家的贵重物品。拍什么拍？客户等你们拍完，时间都浪费一半。现在1小时50，靠的就是多接单、快干活，进门就擦，擦完就走。有些客户家里的东西真不便宜，万一碰坏了怎么算？你们干这么多年还能不知道轻重？真有客户挑刺儿，我去跟他说，现在最要紧的是把单子跑起来。之夏，今晚没做饭。公司已经归你妈，以后菜钱、日用品和她的药费都找新老板报销。你这是什么意思？公司是让妈管了，家里的日子就不过了。以前家里不够的钱，一直是我从家政公司的利润里补，现在公司不是我的，我自然不再往里填。我不是每个月都给你生活费吗？你自己算，你给的钱只够1半，剩下的一直都是公司在补。
耗子，过来吃。妈今天有2000多预付款，明早3小时，后天包约，还有老人房固定单。你看这生意哪有他说的那么难？下周3房贷就扣，你这几天收的钱别全花了。你也不信我，我才接手1天，你就怕我还不上房贷？我不是不信，就是提醒你留好。不用你提醒，你们等着看我怎么赚钱就行。这个才20，沈之夏以前1桶敢买200，他是真舍得花冤枉钱。大姐，这个酸性很强，只适合局部除瓷砖缝水剂，食材、金属、水龙头和大理石台面都不能乱喷，容易烧坏。知道了，知道了。我做了几10年家务，还能不知道什么东西怎么擦？老太太，这味儿也太冲了，是不是劲儿太大？劲儿大才洗得干净。明天开始就让客户看看什么叫便宜又干净。我家水龙头保洁前明明好好的，现在被你们擦成这样，准备怎么处理？可能就是表面没干，你再晾一晾，说不定干沟就恢复了。我已经找人看过，这是强酸腐蚀，你们今天必须赔。今天是孙姐上门的，她具体怎么用我还得先问清楚。我用的就是你分给我的除垢液，怎么还成我自己的问题了？你们内部怎么推责任我不管，要么赔水龙头，要么我现在就把照片发到业主群。先赔你200，你别往群里发，我马上转。老太太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水龙头是你擦坏的，这200从你工资里扣。要是你买的，标签也是你撕的，出了事儿你转头扣我们钱，肯定是你们喷多了。按我说的量用，怎么可能出事儿？我就喷了几下，根本没多用。行了，别揪着200块没完。明天有个别墅开工，预算5000，干好了，你们4个人1人1000，扣掉这200，你照样多赚。你接了别墅开荒？对，5000块一单，你以前不敢接，我敢。这种单子必须先上门确认材质，大理石、金属件、定制柜面，处理方式都不同，有些残胶和食材问题，还得外包给专业养护团队。少吓唬我，你就是见不得我一接手就拿下大单。该提醒的我已经提醒，真出了事别来找我。地面是大理石，绝对不能用酸性药剂。厨房台面和金属件也要小心，残胶、水泥印处理不了就先留着，别硬擦。老太太，客户说大理石不能碰酸，厨房金属也不能乱喷，是不是得换药剂？有钱人最会拿这话吓唬人，别磨蹭，直接用那个强力的，洗得快。客户刚才专门强调不能用酸，听我的，动作快点，别让客户觉得咱们不专业。真出了事儿，我担着。老太太让用强力的，要不先在角落试一点，可她又催咱们赶紧干，别耽误时间。老太太，出大事了，客户现在要我们赔钱。谁让你们拿这种东西擦我家地面？顾总，先别急，可能就是地面没干掏，等水汽散了再擦一遍就亮了。这叫水汽，这话你自己信吗？您这地面以前是不是就有点旧？我们阿姨正常打扫，不可能一下子弄成这样。师傅，你看看这是什么情况？这是酸烧板，不是水印。石材表层已经被酸性药剂咬坏，轻的重新研磨结晶，重的只能换板。大概要多少钱？这种全屋大理石10几万起，面积大、腐蚀深，20-30万也正常。地是他们拖的，药也是他们喷的，真要赔找他们。老太太，你电话里是怎么说的？自己听。客户越有钱越会吓人，别磨蹭，直接用那个强力的。出了事儿我担着。你是这家公司的负责人？我是老板。那就简单了，现在立刻报保险，按流程定损。保险呢？你不会真退了吧？我不是想着扫地擦窗出不了大事吗？1年6000多，白白花那钱干什么？你拿了退保的钱，现在出了事又想让我们赔，药是你给的，标签是你撕的，这个锅你别往我们身上推。你们内部怎么分责任是你们的事儿，我只跟公司负责人谈赔偿。先确认一件事，暖心家政目前的法人是谁？妈，说话，法人不是已经改成你了吗？是我。那我就找你。地面修复、金属件损失和这段时间的误工都由你们公司负责。这也太多了！再说活是他们干的，药也是他们用的。药是你要求用的，你还亲口说出了事你担着，录音就在这里。妈，你当初非要退那几千块保险干什么？现在要赔10几万，你省下那2000多有什么用？我还不是为了这个家，想着能省一点是一点，谁知道会弄这样。我给之夏打电话，他以前管公司，肯定知道怎么处理。先别打，不找他，难道你赔？这事要是让之夏知道，我以后脸往哪儿放？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惦记脸？人家现在要的是10几万。我先去问问，说不定找人打一遍蜡，几百块就能盖住。
陈先生，你当我家是出租卧地板，这是酸烧板，别想拿一层蜡糊弄过去。顾总，我不是想糊弄，我先找专业的人看，免得大家花冤枉钱。您给我半天，下午我一定拿出方案。今晚之前没有方案，明天我直接起诉。这不是普通污渍，是酸烧，表层已经被破坏，得重新研磨，再做结晶。只做研磨大概要多少钱？这种大理石最低也得15万。这是全屋大面积，10几万只是起步，严重的话20、30万都正常。有没有便宜点的处理办法，把白印盖住也行？可人家要求恢复原样，就只能正规工艺做，价格降不了多少。妈，把这些全加起来，连1半都不到。我这儿还有一点现金，这张卡里应该也还有些。还是差得太远。师傅说腐蚀严重，最后很可能要20、30万。老太太，今天该结我们几天的工资了。你们还好意思来要工资？别说地面是谁擦坏的，药是谁喷的？顾总现在要10几万，你们一个也别想撇干净。药是你买的，标签是你撕的，电话里也是你让我们用，还亲口说出事儿你负责。要不是我给你们活干，你们哪来的收入？给我3天，3天内我先把你们这几天的工资结清。3天后还不到账，我们直接去劳动部门。之夏，你来一趟调解店，公司这边出了点小误会。现在法人是谁？保险还在不在？你不把实话说清，我不会去。老婆，我求你了，顾总开口要30万，明天就准备起诉。你怎么才来？赶紧想办法拿钱，不然人家要把陈浩的单位都闹进去。这家公司现在跟我没有法律关系，谁接的单，谁收的钱，谁派的人，谁负责。之夏，你这说的是什么话？公司原来是你开的，不能一出事你就说不管。法人变更在这里，交接清单在这里，客户群公告也在这里，旧订单由我收尾，这笔别墅订单是陈桂芳接单收款派工和售后。从现有材料看，这笔订单发生在法人变更以后，应由暖心家政现法人陈桂芳承担对外赔付责任。耗子，你快跟他说说，我一个老太太哪懂这些法人责任？之夏，事情已经发生了，我们毕竟是一家人，你快想想办法呀！婚内财产分割及债务承担协议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既然法人是你妈，这个烂摊子就不该用我的钱填。你签协议，我可以帮忙联系专业团队，把损失压下来。耗子，他这是要跟咱们分家？我这么大年纪，哪知道一个名字要背这么多责任？抢公司时，你知道法人写你名字才叫名正言顺，现在出了事，你又说自己什么都不懂。我也没想到会闹到这么严重。之夏，我们是夫妻，有必要把钱和债分得这么清吗？不是我要分清，你妈拿走公司，你站在她那边的时候就已经替我们把账分清了。你们夫妻之间怎么约定是内部问题，现在客户损失必须先给出可执行的处理方案。我以前做家政、石材、木地板、玻璃都有长期合作团队，我可以帮您约人上门重新评估，先确认能不能修，最低需要多少。3天内我要最终方案。我今天就联系人，尽快安排现场评估。妈，你看看你干的事儿，为了省几千块保险，现在一开口就是10几万。耗子啊，妈真不是故意的，我就是想着省点钱，给你们减轻压力。这叫减轻压力？之夏以前的流程、保险、药剂都好好的，是你非说他黑心，非要抢公司，现在人家要起诉你，告诉我钱从哪儿来？我这里还有点养老钱，可这是我以后看病住院留的。先让顾总不起诉，我们才有以后。这个时候，你还想把钱留住？这是明显的酸烧，打蜡没有用，地面和金属件一起处理，最低8万。8万能恢复到什么程度？不能保证跟刚交房一模一样，但正常交付、日常使用和整体光泽都能恢复，不会再有大片白斑。8万，我们现在付，按这个方案修。耗子，这是妈攒了半辈子的养老钱啊！现在不拿，等顾总起诉，只会赔得更多，到时候连这点钱都保不住。之夏，公司还是得你回来管，妈真的弄不明白。公司已经不是我的，这次我把30万压到8万，是看在我和陈浩还没离婚的份上。川心家政剩下的烂摊子，我不会接。大家别听外面乱传，别墅只是个别情况，我们已经在处理。公司正常接单，价格还比以前便宜。你们这是什么意思？今天还有2户没派，你们全走了，谁去干？水龙头坏了，你扣我的钱；别墅出事儿，你又想扣大家工资。
你说1小时45，可这里扣那里扣，最后还不如沈之夏以前35块稳稳到手。这活儿我们不干了。你们都走了，我这家公司怎么办？公司是你抢着要的，现在怎么办也该你自己想。妈，房贷后天就扣。你现在告诉我，公司停了，客户退了，阿姨也全走了。我也没想到客户退得这么快，我已经在群里解释很多遍了。解释能还钱吗？我白天上班，晚上还得送外卖凑赔偿，房贷、水电、饭钱，现在全压在我一个人身上。你不是说公司到你手里一定赚钱？钱呢？我们主要接高端家庭，客户更喜欢年轻、动作快的。你们的年龄不太符合现在的用工要求。我们干了这么多年，石材、木地板、玻璃都见过，年轻不一定就比我们细。经验我们认可，但客户有指定，我们也没办法。1小时28，我们以前拿35。这边统一28，客户临时取消不算工时。交通费自己承担，入职先交500押金，工服和工具也从押金里扣。客户一句取消，我们白跑一趟，1分钱都没有。行业都这样，接受就登记，不接受就别耽误后面的人。他们不就是把别墅地面擦坏的那几个阿姨吗？明天去找之夏，我们把话说清楚，好好道歉。妈，今晚就吃这些。打折菜便宜，你这几天还要房贷凑赔偿，能省一点是一点。这样的日子，到底什么时候才是个头？之夏，之前是我们误会你了，以前只看见客户给60，看不到你给我们买保险、补空跑都小赔。出去碰了一圈笔，才知道35块不是少，是有人替我们把风险扛了。只要你愿意回去，规矩你定，我们照着干。你们的道歉我听到了，但家政这行我不再做。之夏，妈知道错了，要不法人还是我，你回来帮我管账管人，赚了钱咱们一家商量着分。到现在你还觉得我回来是给你打工？都到这个地步了，你还惦记着法人和分钱？妈，你能不能别再折腾了？沈姐，明天第一批鸡蛋、牛奶和蔬菜能按时到吧？群里已经截头200多份了。能到，明早按结冻顺序正常发货。你真的不做家政啦？不做了。暖心家政以后怎么处理，你们自己决定。之夏，我们不求你回家政，这边要是缺人，分货送货，我们能不能试试？工钱按你的标准来，你怎么安排，我们怎么做。以前是我们眼皮子浅，现在只想找一份规矩清楚、钱拿得踏实的活。想应聘可以按正常招聘走，身份证、健康证、试用期、工作时间都按制度来。行，试用也行。这团购看着也没多难。妈，别再打这个主意。我就随口说一句。你每次都是随口一句，最后家里就得赔一笔钱。那家政公司怎么办？还有客户赔偿和工资没还完。法人不是你妈吗？我知道，可我真不知道这个烂摊子还能怎么收。按你们签过的协议收，欠客户的赔偿，欠阿姨的工资一笔一笔还，别再想着让我回去兜底。大家都来评评理，我这个当婆婆的日子都快过不下去了。耗子妈，你这是怎么了？谁欺负你了？还能有谁？不就是我儿媳妇沈之夏？她现在做团购，一天流水好几千，鸡蛋牛奶一车一车的卖，我呢，连买酱药的钱都没有。之夏不是挺会做生意吗？他没给你生活费？给什么呀？我儿子为了还家政公司的赔偿，白天上班，晚上还得送外卖，下大雨连饭都顾不上吃，赚着钱问都不问一句。妈，先起来，有什么事回家说。我回什么家？那个家里还有我说话的地方吗？你小时候发高烧，是我背着你走去医院。现在我老了，想吃口热饭，买点药，都得看儿媳妇脸色。阿浩，你妈一个人把你拉扯大也不容易。沈之夏现在生意做起来了，再怎么样也不能不管老人吧？不是你们听到的这样，家政公司的赔偿是因为……我知道我以前是做错落，可我都这把年纪了，他就不能看在一家人的份上拉我们一把？阿姨，别拍了，这是我们家的事。真没亏待老人，你怕什么？大家看见了也好帮你们评评理。我不是故意要闹，我是真的没办法了。地上凉，先起来。回头我们一起去问沈之夏，这事儿不能就这么算。我也不求他多孝顺，能让我有钱买药，我就知足了。妈，跟我回去，你再这么闹下去，这个家真的会散。不好意思，我家也先退掉。小沈，我给你发了个视频，你先看看。刘姨，您说。
你婆婆在广场哭，还说陈浩被你逼得晚上送外卖还债，现在小区里都在传，说你太刻薄。之夏，视频看了吗？我刚看完。你妈搞垮家政公司，我没在小区里说过她一句。现在她公开造谣，已经影响我的团购生意。我下班就回去跟她说。不是跟她说，是让她停。我的生意要是再因为她受影响，明天我们就去民政局。之夏，别动不动就提离婚，我会处理，今晚一定处理好。你最好真的做到。妈，你又跑去小区广场闹什么？我心里难受，跟老姐妹说两句怎么了？现在连委屈都不能说。你口中的说两句，让之夏一上午退了10几单，她刚把团购做起来。你知道这些客户有多难积累吗？他难，你就不难。白天上班，晚上送外卖，还要还我闯下来的债。我这么做，不就是想逼他拿点钱出来帮你？妈，你能不能别再闹了？家政公司已经被你搞垮，现在你还要把之夏的团购也搅黄才算完吗？你现在也嫌妈了？我不是嫌你，我是怕了。我真怕你再折腾一次，这个家就彻底没了。耗子，妈不是想害你，妈就是看你太苦，心里疼。妈，你这是干什么？先起来。你8岁那年发高烧，大雪封山，是我背着你一步步走到县医院。浩儿，妈这辈子就你一个儿子，我做这些都是为了你。现在你媳妇儿能挣钱，我就是想让她帮你一把。你晚上冒雨送外卖，妈看着心疼啊。妈，你心疼我没有错，可你用错了方法。你再这样帮我，只会把我的家彻底毁掉。妈知道了，以后不再让你为难。团购订单我照常负责，家里的争议不影响大家正常收货。公道是什么？时间会说清。阿浩妈，你儿媳妇这团购做的挺红火，我们老人群都说她家的东西新鲜。哼，也就那样，还不是靠小区熟人照顾她生意。那你帮老人群说说，鸡蛋牛奶天天都得买，让她给咱们一个福利价，也算照顾邻居。对呀，你可是她婆婆，你开口，她还能不给面子？那当然，她再能干，也是我们陈家的儿媳妇。邻居老人吃几筐鸡蛋，她还能跟我算得那么清？那你帮我们问问，看能便宜多少？不用问，明天1人1筐鸡蛋，只要5块钱，老人都有，谁也不落下。耗子妈还是有面子。我就写明天老人福利鸡蛋1筐5块，由耗子妈争取，这样行吧？就这么发，我说话好使。妈，你又背着之夏做什么了？没干什么，就是给老人群定了个福利价，1筐鸡蛋5块，又不是白拿。我这是替他招揽客户。你答应之前问过他吗？先别让大家继续接龙，我现在给之夏打电话，你也把话跟他说清楚。就办这一次，他能亏几个钱？又出什么事了？妈在老人群里说1筐鸡蛋5块钱，现在已经有几十个人接龙，明早可能都会来取。1筐综合成本至少20，卖5块，每出1份，我倒贴15。我知道不合适，可消息已经发出去了，要不就办这一次，给妈留点面子。别让我花钱替她挣面子。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就是怕明天人都来了，她当众下不来台。福利是她答应的，差价就由她补。她愿意每份补15，我按接龙数量留货，她不补就没有这个活动。她现在根本拿不出这笔钱，所以她没钱就能拿我的货做人情。陈浩，你只怕她下不来台，可谁替我算过损失？告诉她，明天正常订单照发，所谓老人福利不存在。沈姐，阿浩妈说今天老人福利鸡蛋1筐5块，我们都接过笼了，去哪儿领？王姐，今天没有老人福利，所有鸡蛋只按系统已付款订单发货。怎么会没有？阿浩妈昨天亲口说的，我们一大早都来了。沈姐，我还赶着上班，能不能先帮我核单？先按订单号发货，已经付款的客户不能耽误。老人群这边我来解释。就1筐鸡蛋，你婆婆都答应了，怎么到你这里就不认？生意做大了，给老人便宜10几块都舍不得。我昨晚怎么跟你说的？你为什么没在群里解释？我一解释，不就等于告诉大家我说话不算数？再说5块钱也不是白拿，剩下的差价谁补？王姐，我说明白，这批鸡蛋是客户提前付款订的，不是随便拿的现货。1筐综合成本20左右，卖5块，我每份至少倒掐15，而且这个价格从来不是我承诺的。耗子妈，你不是说让你儿子安排好了吗？之夏，我也是替你积德，老人吃点便宜鸡蛋能花你多少钱？可以，差价你补吗？你昨天说的那么满，我们还特意早起排队，现在到底算怎么回事？我哪知道他算的这么细？他现在一天流水那么多，给老人让一点怎么了？需要鸡蛋，可以按群里的正常价格下单，
已经付款的，今天照常领。大家看看，儿媳妇生意做起来了，婆婆答应老人一份福利鸡蛋，她就是不肯给。阿姨，别拍之夏，这件事是我妈没问清楚就擅自答应，不是之夏不肯给。妈，我昨晚怎么跟你说的？你答应一筐5块之前问过之夏吗？我就是想在老姐妹面前有点面子。以前她们见了我，谁不喊一声耗子妈？现在我说句话，个个都等着看我笑话。想保住面子就得自己出钱，每份15的差价你补得起吗？我知道补不起，可家政没了，钱赔了，阿姨也走了，我就是想让别人觉得我这个婆婆还不是一点用都没有。你想证明自己有用，也不能拿别人的东西做人情。今天那么多人围着你，一句帮妈的话都没说，我一把年纪被老姐妹当面追问，脸都丢尽了。以后他们会说我说话都不算数，说话不算数，总比把这个家赔散了强。我自己去解释，不用你管。不就是列了几个，挑一挑，不照样能吃？阿浩妈，你还真弄来了，我就知道你说话算数。那当然，我答应大家的事儿肯定办到，这是之夏给老人群的福利，1人1份。这鸡蛋怎么裂了？我这几个也裂了，这真是之夏拿出来做福利的？就是运输路上碰的，回家先炒了，一点不耽误吃。5块1筐，你们还想要多好的？大家看看，这就是今天所谓的老人福利，鸡蛋裂成这样，还说是沈之夏安排的。这就是你说的他不会再闹，他撕掉破损标签，把售后货拿去送人，还说是我安排的福利。我明明已经跟他说清楚了。我真不知道那些全是坏的，放在家里角落，不就是等着处理吗？售后待处理破损，严禁误发客户。这些字你不认识？你撕标签时真的一眼都没看？我想着挑一挑还能吃，老人群都等着，我总不能真让他们白。所以你就把破损货拿走，还借我的名义送出去。我不就是怕在他们面前丢脸吗？明天所有收到破损鸡蛋的人，我会全部换新，这是我的售后。但冒用我的名义拿走货物的人不是我，道歉和赔偿由你负责。陈浩陪你去。让我去给那群老太太低头，我都这把年纪了，你们还要我当众丢脸？耗子妈，昨天那些鸡蛋到底是不是你从之夏那里拿的？是我拿的，那箱是受损货，不该发给你们。我为了保住面子，才说成是之夏给的福利。这件事儿是我不对，你为了自己有面子，拿坏东西做人情，最后还让儿媳妇挨骂。耗子妈，这事儿做得太不地道。我不是已经来道歉了吗？你买这张票是想赶我回老家？我不是现在就赶你走，你觉得住在这里不自在，可以先回老家休息一阵。你想留就不能再替之夏决定团购的事，也不能碰他的货。票是明早的，你要今晚出去住，我送你去车站附近。我不走，我以后不碰他的生意。妈，这次一定要说到做到，这也是我最后一次信你。之夏，我妈今天是真的怕了，她年轻时一个人把我拉扯大。结婚以后，总怕自己在这个家没位置，才会一件接一件做糊涂事。以后我会把边界守住，不让他再干预你的生意。我知道你现在不信，我会一点点做给你看。我不想再听保证，你真能做到就去做，不用再向我解释。之夏，这是什么？我想清楚了，陈浩，我们离婚。就因为我妈闯了这几次祸？不是几次，是每一次。我不是不能吃苦，创业那几年，我凌晨4点去给阿姨送钥匙，客户半夜投诉我也扛过，我从来不怕辛苦。那你到底怕什么？我怕以后每一次你都把我排在后面。你妈一哭你就心软，她闯祸你就让我让一步，她毁了我的公司口碑和生意，你最后还是只会说她是我妈。我已经在改，今天不是也让她去道歉了吗？我不是非要赶你妈走，我只是不想每天提心吊胆，怕自己一个没看住，她又闯下需要我赔钱道歉收拾的事儿。他已经保证以后不碰你的生意。太迟了，再给我一点时间，好不好？我已经给过很多次。你怎么了？又胃疼？我陪你去医院。不用，我自己去。目前是早孕期，
最近不要熬夜，也尽量避免情绪大起大落，按时复查。又疼了啊！你先坐着，我去买胃药。不用，我自己的身体我知道。你上次胃疼也是这样硬扛。我自己去药店，很快回来。谁让你动我包？我没翻，我只是想给你放胃药，单子自己掉出来的，我没动别的。夏雨怀孕了。是，可离婚协议我仍希望你尽快签。给我一个做父亲的机会，让我陪你产检，照顾你，把孩子平安生下来。如果孩子出生后你还是坚持离婚，我签。妈，这些是给之夏准备的，她怀孕了。怀孕了？那我赶紧把家里收拾干净，她起来看着也舒服。别进她房间，也别追着问，她想说的时候自然会说。我洗干净了，你现在不想吃就先放着。明天上午我请了假，产检我能陪你一起去吗？身份证、医保卡，还有昨天的检查单，别忘了。我今晚就全部放到一起。汤里没放乱七八糟的东西，就是清汤，盐也少。你先别走，妈想跟你说几句话。有什么话就说吧。我知道这阵子做的事儿，换谁都受不了。你们都以为我只是贪那点钱，钱我确实贪，可我更怕你。怕我什么？怕你太能干，越来越多，哪天就看不上耗子，所以我才抢你的公司。我以为公司到了我手里，就能证明我也会管钱，也能帮儿子撑起这个家。结果我把公司砸了，还差点把你的名声和新生生意一起砸了。你怕我看不上你儿子，所以先想办法把我踩下去。是，我错了。妈错了，我也错了。以前她一哭我就劝你算了，她一闯祸我就让你收拾。说到底，是我这个丈夫一直没站在你这边。给我一点时间，我需要自己想清楚。我知道你不用马上原谅我，为了孩子先把身体照顾好。这里有一点钱，不多，我以前总想着留给自己养老，现在给你，算我这个当奶奶的一点心意。粥还在锅里温着，你去团购点的话，我给你装好带上。谢谢。你忙你的，家里的衣服我来洗。哟，老太太，你儿子怎么成儿媳妇的打工仔了？连你也跑来给他扫地？我儿媳妇有本事，有格局，我儿子跟着他干是他的福气。你少在这里眼红挑拨。你以前可不是这么说的，你不是还哭着说他有钱以后不管你吗？以前是我糊涂，他没欠我的，是我一直把自己的不安算到他头上。一只手托住脖子，另一只手托腰，慢一点。夏夏，谢谢你。抱稳点儿，他还小。我会小心。我炖了点汤，油都撇干净了，盐也放得少。你现在不想喝就先放着。先放着吧。之夏，这是我这几个月一点点攒回来的1万块，钱放你这里，以后家里的账、孩子的事儿都由你先做主。